他将掺了沙子的米饭蒸熟捏成团，放在太阳下暴晒成干粮，这便是秦朝平民的主食后，也是下人一天的伙食。别人穿越不是皇帝就是王爷，我却穿越成秦朝历史上死在战场的黑夫。就在不久前，发生了著名的荆轲刺秦王事件，嬴政暴怒，在2年后便向楚国发动了战争。也就是说，还有2年，我便会被秦国强制征召，然后牺牲在秦灭楚的战场上。唯一能保住性命的方法就是加官进爵。可自从商鞅变法后，秦国便分出20个等级森严的爵位，想要短时间获得爵位，简直是难如登天。突然，黑夫面前出现了一个满是笑容的青年，而他接下来的一番话，却让黑夫想到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方法。兄台，想必你也是前往县城服兵役，这途中几十里盗贼横行，不如一起同行，也多个照应。经过一番交谈，黑夫得知此人名叫季婴，和他同是前往安陆县服兵役，于是便答应结伴而行。盗贼横行，希望我有足够的运气能遇上盗贼。有贼人，救命！救命！运气这么差吗？前方有4名贼人，还手持利刃，你我还是避一避吧。季婴的话还没说完，却见黑夫已经率先冲了上去。前世我在警校学习了3年，各种格斗技巧早已熟记于心。面前的4人，我也许能够应对。贼人黑夫在此，休得放肆！季婴本能的想要逃走，但又想到了什么，还是留下来了。黑夫，果然是莽夫也，害我不浅。若想留命，便让开。哼，这话该是我对你们说的。你1个，我3个。黑夫话音刚落，人便已经冲向3名壮汉之中，几人瞬间缠斗起来。而季婴只学了点防身的3拳2脚，好在与他交手的贼人也没什么本事。就在2人正菜鸡互啄时，黑夫已经将3名贼人打倒在地，余下1名贼人吓得转头便跑。愣着做甚？快帮我将他们绑起来！黑夫，原来你武艺竟如此了得，难怪不怕以少敌多。你明明不会什么武艺，为何没有逃跑？我还不是怕事后官吏追究。律令有言，若有人在大道上劫掠杀人，距离100步以内的路人不加以救援，当资2甲。资就是罚款的意思，2甲如果换算成粮食的话，大概够黑夫吃上1年半。这条规定黑夫知道，这也是他对秦国律法心生敬意的原因之一。在后世，见义勇为也仅仅是一种美德，可在秦国，见义勇为却是公民的义务。若后世也能如此，摔倒的老人就不会有人不敢扶了。那你可知道抓获多人盗贼中的1人，官府有多少赏赐？这个我知道，律令有言，能生擒群盗1人，相当于斩首2级，官府赏14金，1金相当于8064钱。没错，你擒获3人，当有24000多钱的赏赐。黑夫，你发大财了，苟富贵无相忘啊！事实上，这正是黑夫想要遇上盗贼的原因。秦国盗贼横行，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破坏，因此抓捕盗贼的奖赏也有很多。而有了这么一大笔钱，黑夫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季婴，你说的不对，多亏你牵制了1名盗贼，不然4人一拥而上，我此刻已是道旁死人了。这功劳应该有你一份才对。季婴说不出话来，他有些羞愧，刚刚居然还想着丢下黑夫自己逃跑。我当真受不起。吾等也算同生共死了，这富贵当共有。黑夫，从今日起，我季婴便拿你当亲兄弟一般对待了。但凡有用得到我的地方，尽管吩咐。贼人有何好笑的？我笑的是，没想到我竟如此值钱，为何活了30多年却从不知道？曾经我也是一个良民，有着平淡美满的生活，却被强制抓上战场。最后我忍受不了战场的气氛，当了逃兵。当了逃兵之后，你就回不去了，否则全家受牵连，最终只能落草为寇。哈哈哈！是啊，从王出军营的时候起，我便知道会有今日，是烹是入也豁出去了。只是还有一个请求。你说，汝等将我押送官府后，若是得了赏，一定要让我看一眼，摸一下，让我知道自己真值那么多钱。就在2人带着3名贼人上路时，远处突然跑过来一队人马。大胆，你可知我是谁？不知，只知盗贼已被我擒获。就在气氛变得剑拔弩张时，一旁躲藏许久的商人连忙上前解释：这是亭长误会。
多谢二位壮士救命之恩。这是本地胡杨亭长，是我找来的救兵。亭长，那些盗贼便是再次埋伏袭击了我。亭长就相当于现代的派出所所长，在古代遇上了同行，可黑夫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没有感觉到这些派出所民警丝毫善意。你们是什么人？可有验传？验核传相当于身份证和介绍信。在看完黑夫和季英的验传后，胡杨亭长便冷笑了起来。原来只是2个去县城服役的小事务，也敢与我叫板？这盗贼真是汝等擒获的。是我2人协力擒拿，正要送往县城交付官府。既然此案在本庭发生，那这贼人交给我处置便好。千万别答应，若是他自行押解贼人去县城，那2万多钱就与我们无关了。此去县城也不远，吾等自行押解便可，不劳亭长费心了。此事岂由尔等说了算？将贼人交与我，汝等自行离开，不然……黑夫见此情景，心中也陷入了天人交战。按照秦律，平民只要与官吏动手，不管占不占理都要论罪。可若是将贼人拱手相让，他也不甘心。就在他陷入两难时，从远处驶来一辆马车，根据外形判断，应该是一位官员的车驾。若是真遇到了冤屈，最好的办法就是报官。小人有冤情，还望大夫做主。如有何冤情，且道来。小人今早与同袍结伴而行，路遇盗贼劫杀商贾，便上前阻止，擒获3名贼人，正想送去县城交付官府，谁料当地胡杨亭长欲夺取贼人，将功劳占为己有。上吏明察，下吏只是按照惯例询问一番，并无夺功片赏之意。这事物他是诬告，孰真孰假，随本吏去县里走一趟，便知晓了。正好此案在我职权之内，我乃安陆县御医。难道他就是历史上就连死了也要拿无数秦律陪葬的喜？虾仁穿越成秦朝最底层的黑夫，为了改变即将死在战场上的命运，他以1敌3救下商人，并捉拿3名持刀贼人。本以为可以论功领赏，获得第1桶金，却被商人联合亭长反咬一口。你们2人说说本案的事情经过是什么？大人是这样的，我和黑夫与4名盗贼搏斗，我1人，他3人。季英眉飞色舞地说起了细节，尤其对黑夫1人击3贼的事迹好好吹嘘了一番。在他说到精彩处时，那些一直在记录审讯经过的小吏竟纷纷停下笔墨，凝神细听。黑夫，情况是这样吗？小人的确是以1敌3，不过季英也与另一贼人搏斗许久，若不是他协助，我恐怕已是到鞭死尸。弄你去检查一番，看看伤口是否与季英说的一样。怒的职责不仅是维护公堂秩序，还负责勘验他人的伤口状况，相当于后世的法医。大人，伤口情况基本上都能对得上。黑夫，你之前自告胡杨亭长，想要夺走贼人独自领赏一事，如今可还坚持？官府鼓励告奸，小人也坚持自告。乐你去将胡杨亭长等人带上来。小庶子，待会对簿公堂之时，保管让你瞠目结舌，难以自清。亭长，你说说当日发生的情况。当日我接到本地商贾报来求救后，便立刻召集人马迅速前往。到了地方后，见3名贼人已被缚住，但擒获他们的2人却在原地窃窃私语，不知在商量什么。我心中生疑，便上前盘问。本想着按惯例查验2人的验传，不料名为黑夫的事务却推3阻4，一言不合竟与我动起手来，还打了我。后来又见上吏车马，他便跑到路中诬告我抢功骗赏。事情便是如此，无他解。他说谎，只是小人跑到路边喊冤时太过急切，不小心撞倒了他的亭卒，仅此而已。至于亭长所说我出手打了他，绝无此事。黑夫差不多摸清秦国法庭的运作规律了，不仅强调程序公正，法官还拥有很强的缜密性和逻辑性，人证物证并举，真的和后世庭审十分相似。然而他不理解的是，明明证据确凿，为何胡杨亭长还敢信口雌黄？其一，你们几人说说，胡杨亭长是否曾劝诱黑夫2人分功骗赏？有没有？当时被缚于一旁，距离较远，未能平庆。商贾报，你来说说。小人并不知有此事。不好，这家伙果然翻供了。你这奸商，吾等明明救了你性命，你却恩将仇报。其二，黑夫当真对胡杨亭长动手了？没有打。打了。视线被亭卒遮挡，没看清。我亲眼看到黑夫挥拳打了亭长。
商人将黑夫打人的细节详细说了一遍，显然是早就已经被收买了。吾等为义，若是打人被坐实的话，这辈子就完了。小小事务也敢告官，可笑！汝等可还有话要说？季英闻言将头深深低下，只是不停嘟囔着冤枉，却不敢说出任何反驳之言。但黑夫心中却明白，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自我辩护的机会。上吏，我可否问商贾豹等人一个问题？但问无妨。你说你亲眼看到我挥拳打向胡杨庭长，那么请问打了几拳？一拳。那我问你，你可看清楚我是用哪只手打了他？应当是右手，没错，是右手。哼，庭长，你自己挨的打，你应该不会忘记我是用哪只手打的吧？是右手打到我，打到了我腹部。哈哈哈哈！可笑了，真可笑！黑夫明明是用左手持刃，这才让吾等料不到他的招式，遭了算计。与我赤手相搏时，他也是左手力道更大，但凡是拿拳头打我，都应是先用左手。上吏明察，我右手在擒贼时受伤，至今仍活动不便，如何伤人？更何况哪怕不受伤，我与人动手从来都是左手先出拳。至于为什么，哼，因为我是左利手。此言一出，胡杨庭长顿时面如死灰，商人更是跪坐在地上，好似一滩烂泥。最终在上吏席反复的诘问下，他终于承认了和胡杨庭长串供作伪证的事实。至此，整个案件水落石出。在给几人相应的处罚后，接下来便到了奖励的环节。因为一些规定，最终奖赏了黑夫9两金，季英2两金。黑夫，本官见你武艺不俗，会写会读，诘问时也言辞得当，却仅仅是个士武，可惜了。多谢上吏谬赞，小人也希望为国出力，只是苦于没有爵位。爵位并不难得，根据秦律规定，你若肯放弃那7两黄金，便能将爵位升为公事，你可愿意？多谢上吏提点，黑夫愿得爵位。没想到梦寐以求的爵位，居然如此简单获得了。恭喜你啊，黑夫！自此之后，你便是有爵位者了。区区公事没什么好炫耀的，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这还远远不够。黑夫兄弟，既然你我刚得了这么多赏钱，要不先去吃一顿好的，庆祝一番？等会还得去教场报到呢，咱们的服役今天才刚开始。方才玉丽不是给了我们公文，我们可以延期1天去吗？而且今天可是过年啊！过年？今天是10月初1，才刚刚入冬，过什么年？黑夫兄弟，你不会脑子糊涂了吧？连哪天过年都不知道了？可能是刚刚太紧张了。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又不是研究古代历法的，顶多知道点历史大事，怎么会知道在秦国今天就是大年初1啊？最终黑夫决定还是和季英在街上逛了逛，买些过冬用的衣物，毕竟他可不想再留下一封家书。果然在中国，不论哪朝哪代，过年就是过年了。次日一大早，二人便来到了教场报道。你们是前来服役的耕族，是吾黑夫季英。正是吾等，禀上吏，黑夫已升为公事。我管你是士武还是公事，都是耕族。征召时已经说清楚了，10月初1集合，为何已经初2了才过来？吾等因协助审理案件，所以耽搁了1日，由检读作证。哼，还敢狡辩！来人，将2人拿下。吾等冤枉。外边传闻说黑夫能力战3道，武艺了得，如今却毫不反抗，真是一个懦弱匹夫。哼，若我反抗，岂不是正中了上吏下怀？大胆！来人，将2人以失妻罪论处，每人各打20板子。住手！陈百将，你这是何意？这话应该由我来问兵百将。兵百将按照遥律规定，直到几个时辰，顶多当众责骂一顿就是了。哪条谕令规定要痛打20板子？这也许是我记错了。再者，这黑夫与季英来迟的原因，县城昨日已经告知我们2人。兵百将，你不问缘由将其拿下，莫非是想替那个虎杨庭长出气不成？我听闻他是你的堂七弟啊。陈百将，你我好歹是同僚，休要污我。哼，小庶子，今日算你走运。多谢上吏相救。若非百将阻止，吾等只怕要断条腿。我想来看不惯他的处事，帮助你们2人也是举手之劳。上吏刚才说这兵百将是那胡杨庭长的亲戚，正是如此。兵百将是县左卫的女婿，胡杨庭长真则是县左卫的侄子，平日里常有往来。如今胡杨庭长被严惩，他自然心中不忿。县左卫相当于县公安副局长，原来胡杨庭长有这层关系，难怪他能够轻易便策反了商贾。所以接下来1个月内，你还
是要谨言慎行，勿要犯错。若真被他拿住把柄，我可护不了你。多谢百将提点，黑夫定不忘百将之恩。陈百江走后，黑夫二人便被人带到服役的住所。吾等之后1个月就住这。这不是志和母两兄弟吗？你们也轮到过年服役啊？志和母，这不就是诸葛公牛的意思吗？不得不说，秦朝起名字可真够随意的，想那汉武帝的小名也是智儿呢。有了同乡这一层关系，矮个子的智便介绍起其余5人。这是小陶，是云梦乡人；这是平、可、不可，都是县城附近的人；这是曹伯，也是云梦乡人。后生，你又是哪里人？我从云梦乡来，名叫黑夫。你就是那个力敌3贼的黑夫。我的名声高传到这了吗？今日半个安陆县城都在说你的事迹，吾等刚才还在弹劾你呢。不算什么，诸位且坐下说话吧。以后大家都是袍泽了，还望多多照应。仅1个时辰不到，黑夫便与众人熟络起来。可他却发现屋内还有1人的床铺是空着的。真是晦气！老子只是去拉个屎，居然遇上下雨。汝等还愣着作甚？快递快步给我擦擦！这是东门豹，从小就有勇锐之名，继承他父亲的宫室爵位后，更无人敢惹他了。你们就是那2个迟到的小子。吾等都是一起服役的袍泽，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谁跟你们是袍泽？老子早就说过了，这次服兵役我是要做师长的，你们都是我的下属。凭什么只要有宫室爵位的人就能做师长？我也是宫室，为什么就必须你当师长？师长只有1个，你若想当，打赢我便可；打不赢就乖乖当我小弟。且慢，秦国的律令你莫非不知？你我在这室内斗殴，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律法制裁。那该怎么办？时长也只有1个，不如我们就以掰手腕、较量手劲来决胜负，如何？你又手有伤，前几日同3名盗贼打斗时伤到的，不打紧。这怎么行？如此一来，岂不是我占了你便宜？就算赢了也胜之不武，换左手吧。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擒贼勇士到底有没有真本事。不好，这厮左手劲真大。我输了，是你厉害，这时长是你的了。豹兄，其实你没有输。方才我没来得及说，其实我是左利手。此言一出，季英当即脸色大变，他不明白黑夫为何要将此事说出。殊不知，黑夫早已经吃透了东门豹的性格。果然，只见东门豹甩开双手道：“我输了便是输了，无话可说。这时常你来做便是，我绝不会再争。在我看来，你我2人论气力和武艺，实在是难分伯仲啊。难分伯仲。我还听说过一句俗语，叫做不打不相识。你我便权当今日是以掰腕会友，如何？哈哈哈！好，不打不相识。次日清晨，黑夫将熟睡的众人一一叫醒，准备前往教场。至于为何醒得最早，实在是被屋里的霉味夹杂着汗臭味熏得难受。为何这些人如此之乱？这是因为秦王刚刚发现，所以留下来的，大多都是20上下的行族。吾等奉县令之命，征召你们上100名公族在此集结演兵，主要训练你们的行武对练。至于武艺、兵刃等技巧，等到你们成为正族后，再到军中修习。要是开弓射箭、骑马砍杀这些，我还真一窍不通。但如果只是练习行列队伍的话，前世我可是练了整整3年。你们一共分为10个队伍，每队10人，其中1位是师长，负责带队训练。现在每队的时长到我跟前来登记。听闻此言，黑夫缓缓走到了陈百江跟前，可还来不及说话，却见兵百江发出嘲讽：“这黑夫只是第1次服役的耕族，也配做师长？兵百将训练耕族本就是我的职责，选谁为神长还轮不到你来管吧？”我只是提醒你一下，耕族训练10天之后，2位县尉将亲自来教场视察，让个神进行大比考核。到时这黑夫队伍要是得了个差，你怕是要在县尉面前难堪。请2位百将放心，我非但不会让队伍垫底，还要位列第1。你这公是真会说笑。若你们能夺魁，我便在这教场上做巨跃300，曲勇300。一言为定，我的队伍若不能夺魁，我就绕着安陆县城巨跃曲勇1圈。
军训大比即将开始，当别的队伍都在训练格斗、射箭等战斗技巧时，黑夫却要求自己队伍站在原地不动。不仅所有人要按照身高从矮到高排列，还必须昂首挺胸，目视前方，脚跟靠绕并齐，脚尖向外分开。对，就是这样。两臂下垂伸直，手指并拢，自然微屈，贴于裤缝。不对，是下上侧面。不就是这么？我3岁以后就会了，这还用学？据说黑夫还扬言要拿第一，否则就绕这城里剧院去泳一圈。围观的人都觉得黑夫的训练毫无意义，就连队伍中也传来阵阵议论之声。我在安陆县城服役了几10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训练方法。禁止在队列里议论、打闹和左顾右盼。前世我在警校学习了3年，各种训练技巧早已经熟记于心。等再过2日，他们便知道今日训练的好处了。次日清晨，黑夫早早的就带着众人前往教场站军姿。此刻他们的站立已经勉强符合标准，至少能做到不歪不斜。经过1天的训练，你们的站立已经还算不错了。接下来我们练习的是同时蹲下和同时起立。蹲快点！这不是扬言要的大比第一的队伍吗？为何一早上在此处起起伏伏？难道是怕得走不动路了？小子，你怕不是要找死？阿豹且慢，我记得你是甲神的师长对吧？哼，正是，我乃甲师师长，名叫袁柏，爵位是上造。上造是比公事高一等的爵位。黑夫在听到袁博这个名字时，总觉得莫名的熟悉。我知道了，前世的电视节目里好像提到过一个名叫袁柏的人在军营里借黑夫兄弟钱，然后拼命逼债，最终逼得黑夫写信回家求救。真是不是冤家不碰头啊！黑夫师长对鬼神夺得大比第一既然如此自信，不如顺便与我甲神较量一番，如何？如何较量？若鬼神的第一，我给你1000钱；若鬼神不得第一，你给我1000钱。黑夫闻言心中一笑，他对自己的训练很有信心，但表面上却露出犹豫之色。这不妥吧？我听说秦律有言，市民赌博可是要罚2甲的。这可不是赌博，你我是以金钱为奖赏，勉励对方训练，这是好事，岂能称之为赌？你若不信，我还能让官府的文吏来做见证，帮你我定弃券。若如此的话，我倒是愿意一试，只是1000钱太少了。嫌少？看你的衣着，家中不似富裕，你能拿出多少钱来？我钱确实不多，但我可以用自己喂猪啊！若是没能得第一，我可以亲自去给袁柏家做2年仆役，为你耕田种地，如何？一言为定。若鬼神不得第一，你要为我做2年仆役；若鬼神真得了第一，我便给你4金。袁柏，你欺负我不识数吗？4金便是2304钱。据我所知，一个仆役1天的工钱最低也有6钱，日夜不惜劳作，2年下来便是4000多钱。好，若你得了第一，我便给你4000钱。很快，黑夫与袁博赌注的消息便传到了众人耳中。师长，你怕是上当了。袁柏他家本是楚国时的商贾，十分富裕，常借债给普通的事务，待收还时必收重地。我父亲还活着时，也曾向袁柏家借债，结果到还时却多出了不少。你们放心，此事只是我与袁柏的私人契约，即便我输了，也一人做事一人当。此言一出，屋内的众人这才松了口气，毕竟他们才认识黑夫没几天，完全没必要陪着他趟这趟浑水。唯独季英出于关心，急得都快上火了。我这还有千余赏钱没花，到时候若是不能得第一，我便将这些钱都给袁柏，好歹能让黑夫兄弟少做几个月仆役。休要说丧气话，我相信吾等定能夺魁。然也休要说那些无用的，届时吾等一定要夺得第一。经过这件事后，黑夫虽然嘴上依然说得轻松，却也加紧了对本市众人的训练。但即便如此，整体进度依然不快。高强度训练的劳累，对黑夫与众不同训练方式的不解，加上种种担忧，除了东门豹依然斗志昂扬，季英也勉强坚持外，鬼市众人的士气低落到了极点。这样下去不行啊，看来只能使用这一招了。兄弟们，黑夫今日之所以与假神袁柏定计，不为其他，只为争一口气。袁柏料定吾等必败，其他更族也嘲讽吾等，绝不可能夺得第一。但黑夫相信诸位可以做到，还望诸位也相信黑夫。师长，这是哪里话？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只是不用指示。待大比结束，若我们得了第一，那4000钱，黑夫也绝不会一人独吞，当与2、3子分金。众人闻言眼睛都亮了起来，这可是不少的一笔钱。可黑夫的下句话更是惊得他们倒吸一口凉气。而且据我所知，这次大比要是得了第一，所有人将会免除明年的更役。几日过去，距离旬日大比只有1天时间。左右左，左右左，停！
经过先前的激励后，众人训练的士气再次高昂，此刻已经能够熟练走出整齐的步伐。以势压人，以力诱人，以德服人，儒家果然诚不欺我。与此同时，远处的袁博却被吓破了胆。他没想到短短几日，黑夫队伍居然进步得如此之快。这样下去，鬼神说不定真能得第一。师长，我倒是有个主意。我与鬼神的小桃是相同里人，此子是个结巴，家中贫寒，为人也懦弱可欺。只要稍加威胁，再许诺他一点钱，让他在旬日大比时故意掉队，鬼神变得不了第一了。好主意，马上就去办。你就拿着吧。你若能如我所说，在明日大比时故意摔倒掉队，事成之后，我会再给你100钱。不然的话，等回到乡里，有你的好果子吃。100钱是小桃一辈子都没见过的数量。但师长待我不薄，汝等休要小看于我。我绝不会背叛师长。你这小庶子不识好歹，给我好好教训他一顿。袁百神长，你这是何意？明的不行就想来阴的，要知道你这是私斗，若是被官司得知，是要定罪的。误会。袁百师长慢走，明日大比之后，千万别忘了你我的约定。日暮时分，当其他人都结束训练，各自去吃饭时，黑夫却又将鬼石众人集合到一起。看着他们老少不一的面庞，所有人都站得笔直。今日是大比前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次训练，先前交给汝等的都已经娴熟于心，再复习已无大用。但在此，我还要教会汝等最后一样东西。虾仁穿越秦朝，明明是用现代军事化方法训练队伍，却被周围的士武嘲讽是个傻子。我活了几十年，从没见过这么令人生笑的训练方法。而今天正是军训大比，也是检验训练成果的日子。台上的二人分别是县左卫和县右卫，而当他们看完这些士武的训练后，不由得大失所望。陈百江这个月的耕族行武之序练得很一般啊。两位上例，还有一个队伍未曾演练呢。想必也与之前几个是一样，不看也罢。禀告县尉，最后一武有所不同，其神场乃是擒拿3名云梦泽盗贼被败魏公氏的黑夫。右卫，你可还记得？原来是他。让鬼石速上来，让吾等见识见识那擒贼勇士是何许人也。千万别慌，按平日里训练的去做。停，右转，蹲下，起立。不想再安路线，在我手下的耕族里，竟然有这般人物。众人都以为演练已经结束，可谁知黑夫却又喊道：山呼！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京师，休我割毛。其曰无衣，与子同袍。此刻鬼石已经完成演兵离去，但县右卫杜贤却依然喃喃念叨着这句诗。他心中对黑夫越发充满好奇，当即就让陈百将把此人唤来。公使黑夫拜见县尉。黑夫，你是如何将鬼石训练得如此优秀的？回右卫，我老爹年轻时曾经上过战场，自己的本事都是他传授的。如此甚好。那你一个乡野民户是如何知道无衣这首诗的？此乃陈百江所授，鬼石能有今日表现，亦非小人之功，而是陈百江指导有方。此言一出，陈百江先是一愣，自己从没有教过黑夫这个呀，但随即便反应过来，黑夫这是在为他揽功劳啊。敢告于县尉，黑夫遇到有不解的地方，常向我请教。这无衣之歌，正是下令教育他的。善，大善。这旬日演兵，众人都看在眼里，谁有谁劣自不必我说。左卫觉得呢？右卫定夺便是。居然让黑夫这乡野庶子得了名。哈哈哈！既然左卫也没有疑虑，那今日大比，鬼神便是第一。右卫且慢，先前兵百将不是向我承诺，若鬼石夺魁，便绕着这教场聚月300驱勇300吗？好，男人言出必行，就发兵百将在教场聚月300驱勇300。左卫，你看我这样处罚是否妥当？右卫说的是该让他长记性了。左卫虽然心疼女婿，但这件事他们的确不占理。为了未来的大局，他也只能打碎了牙和血吞入肚子。同时，他内心对这个黑夫无比厌恨。黑夫，庶子。兵百将免之。此刻，黑夫心中只感到无比畅快。那一日，兵百将让县卒将他按倒在脚边，凌辱谩骂他时，可曾料到有今日？不再理会口中骂声不绝的兵百将，黑夫接着找到袁柏，向他去要赌注胜利的4000钱。袁柏虽很想耍赖，但奈何右卫还没有离去，只能将钱老实交出。黑夫兄弟，吾等是第一。
金来了，我们大家来分一下吧。说是金，实际上就是铜钱。这时代青铜统称为黄金。我是这么想的：母、志、平、可、不可，你们5人，1人200钱；季英、小桃1人300钱；曹博400钱；东门豹500钱，剩下的1500钱归我。汝等觉得这么分可还妥当？我还以为是10个人均分呢，师长自己拿的真多。你这厮真是没记性。当初吾等说不愿争大比第1时，是神长拍板让吾等尽力而为，没有师长便没有这些钱。再者，师长这几天来日夜训练吾等，将家传的训练之法都掏出来了，不然汝等笨如蠢牛，岂能进步如此神速？最有当初是时常1元与那元白补助，为了这4000钱，把自己都搭进去了。若是输了，他便1人做事1人当，要去给元伯做2年仆役，绝不牵连吾等。如今赢了，却心甘情愿与吾等分金。我活了30多年，还从未见过行事如此公正之人。其实我这样分是有理由的，5人1人得200钱，这是汝等努力训练应得的奖励。季英这些天里没少替我规劝，抚慰众人，有小功，所以当的300。这是兄弟应该做的。小桃被人威胁贿赂，却不畏强暴，断然拒绝。而且他是所有人里学得最快，动作做得最标准的。他后面的人基本都以他为准，我没说错吧？故而也当的300钱。至于招伯，他是老行伍了，这些天来知无不言，帮我改进训练之法，功不可没，又是长者，故而应得400钱。应该做的，应该做的。东门豹这些天来全力协助我，这个更不用说，应得500钱。我对钱没有兴趣。至于我，倘若有谁觉得我分钱不公，大可提出来。若是众人都觉得有理，我黑夫便分文不取，将这些钱全给你。此话说完，众人便再无异议，而平则是羞愧地低下了脑袋。黑夫分钱一事，在季英那个大嘴巴下，很快便传了出来，更族们对此艳羡不已，并且此刻已经借由陈百江之口传到了县右卫杜贤的耳朵里。善，看来这公事黑夫不仅有一身武艺，而且还分赏平均有礼，是个人才。这样的人若不为力的话，是吾等的失职啊。上吏的意思是，此事不急，容我再看看此人的秉性，待到耕族服役结束再说不迟。伴随着日复一日的训练，几日时间很快过去，而今日是训练的最后一天。到了明日，所有人便要开始更加辛苦的徭役，为期15天，这也是服役的一部分。可就在这时，一则消息的传来，却彻底打乱了黑夫的思绪。黑夫，教场外面有人来找你，说是你兄长。男人花费公事爵位。接着，黑夫便将这些天发生的事情详细和钟说了一遍，顿时让钟由悲转喜。太好了，我就相信你不会做出犯罪之事。这件事我必须马上回去告诉母亲，让她老人家不要再为你担心了。钟说完就急不可耐准备回家，却被黑夫一把拦住。且慢，这里一共有2000钱，你拿回去贴补家用吧，我还剩下300-400钱就够花了。可是，别可是了，这些年来，自从父亲去世后，你为这个家整日操劳，才没让我和三弟饿肚子。现在我赚到钱了，自然要报大哥的恩。那好吧，这个钱我就收下了。母亲身体不好，一到冬天就腿脚怕寒，我给她买条羊皮袄子盖在腿上驱寒。切记不要不舍得花钱，咱家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送走钟后，黑夫原本高兴的心情却骤然间跌落谷底。接下来就要来到最痛苦的徭役了。次日，100多号人在陈百江的带领下来到了徭役的场所。黑夫这批更族轮到的内容是修城墙。由于安陆县位于秦朝边界，距离楚国仅仅几十里地，因此必须修建城墙防御。而陈百江并不负责管理徭役这方面的事情，负责工程的工头叫献司空。刚一见面，他便冷着脸宣布了许多禁令，譬如不许偷奸耍滑，不许懒惰等。若你们屡教不听，顶撞司空，那么这些刑徒便是汝等的下场。黑夫兄弟，那不是前些日子因诬陷你我而被罚为城担的商古包吗？商古包似乎也看到了他们俩，不禁愣了一下，却导致手里的那筐土不慎洒了，立刻就挨了一鞭子。他连忙低下头继续干活，才短短半月不见，他已经完全没了之前的富态，头发胡须被剃光，神情落寞。接下来，季英又找到了那3名胡杨亭的亭主，他们正在合力撬动一块碍事的大石头，同样也是眼神中充满麻木与绝望。多亏了那一日黑夫机智，不然若是打输了官司，你我在这里就不是半个月劳役，而是3、5年了。黑夫点了点头，他心中有些感慨，穿越到秦国果然是地狱级难度的副本，不是说顺着天下大势走就能一帆风顺。作为一个小人物，你得小心规避各种违法行为，一步走错就是万丈深渊。很快，献司空就给众人安排了任务。由于这时代的城墙并非砖砌，而是用夯土造的，而黑夫他们的任务就是不断的用这时代的铁锹插铲土，放在竹筐里，让人沿着那些脚手架提到木墙上，往里面不停填土。等到里面盛满土后，就让刑徒们3人或4人一组，抡起沉重的夯杵，照着松散的土堆一顿猛砸。那些木板叫做板，夯土叫做柱，那这一工序应该就叫做板柱。孟子说傅说举于板柱之间，意思说傅说这个人崛起前也是抡大杵砸夯土的苦活。嘿，嘿，嘿！随着刑徒城弹们一次次喊着号子，一次次抡起大杵砸向泥土，那些疏松的干土便被慢慢夯实，越来越硬，直到铁叉使劲一铲都无法撬动。于是撒上水，涂上一层泥，一段城墙就算完工了。几日过去，在200人的努力之下，终于是修好了10几米的城墙。在此期间，黑夫亲眼看见一个刑徒不知是生病还是劳累过度，突然倒地毙命，可大家却只是麻木地看着，没有任何意外之色。这还只是这一小段城墙，如果是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那该要有多少亡魂啊！黑夫兄弟，他是……我知道他是上个月我捉拿的盗贼中的一个，可他为何没有左足？是越刑，他大概是不甘为刑徒，试图逃跑。我听说，像这种一生为城担的刑徒，跑第1次斩指，跑第2次断左足，跑第3次必死无疑。这家伙还真能跑，没了左足居然还想逃跑。若是我没了左足，肯定就心灰意冷认命了。也可能他是只求一死。只见献司空拖着断足的楚刀，带到黑夫他们刚修好的城墙拐角处，而一旁的巫祝则念念有词，一会抬头望天，一会伏倒在地，神神叨叨，似乎是在做什么仪式。这是要做甚？黑夫心中感到隐隐有些不安。果然，下一秒他就看到了可怕的一幕：他明明是个壮汉，却被献司砍去4肢。身体插上3根箭簇，接着丢进即将建造好的城墙内，撒上夯土，再用土砖封上。随后，巫祝在一旁念念有词，一会抬头望天，一会伏倒在地，似乎在进行着某种神秘仪式。这是做甚？城墙修好后，要以此人做祭品，埋入墙内，祈求本地护神山鬼保佑城墙坚固，100年不倒。难道说孟姜女并没有哭错，她的丈夫万喜良真被埋入了长城吗？看着那被埋入城墙的犯人，黑夫心中不禁感叹，他的血肉从此以后就要和这道城墙凝结在一起，干涸腐朽，永远不见天日。而至此，这段城墙才算真正完工。到了晚上，献司让庖厨给耕族烧了一锅肉汤，让大家吃个饱饭，还将每个石的石长叫到一起，向他们道谢。过去半个月，众人辛苦了，多亏你们这些耕族的帮忙，城墙才能按时完工。在献司空之后的讲述中，黑夫才知道，原来这位总工头也不容易。秦国有专门的司空律，针对土木工程之事，简直是细致入微，连筑墙的模板、横木等建筑材料的损耗，甚至是刑徒每一顿饭食的规格和数量，都有明文规定。一旦没有遵守律法，献
献司便要遭到严重处罚。如果后世的律法也像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包工头谋取私利了。你们勿要以为修完城墙便完事了，今后1年，若是这墙垣出了问题，还得抓你们回来重新修缮。这么狠，怪不得都江堰、灵渠等秦代完成的工程，到了现代都基本保持原貌，甚至还能使用。到了第2天，总算是熬到了工期结束。黑夫正准备和季英等人一起回乡，却突然被陈百江叫住，说是县右卫有事要找他。黑夫拜见右卫，本卫不喜欢说话绕弯子，今日唤你前来，是要问问你可愿为力。小人求之不得，只是出身卑微，未能进学士学律令，没有为力的途径。想要成为秦吏，除了在战场上立功败爵外，还有3种方法：一是进入学士向法力学习律令，通过考核后顺理成章地步入仕途，但前提必须是官吏的子弟；二是需要你在地方上有家世和名望，被乡人推举成为官吏，相当于汉代的举孝廉。像黑夫这种穷苦出身者，以上途径都行不通，唯有最后一种，那就是被官员举荐成为秦吏。没有途径，哈哈，我看不然。眼下便有这么一个机会，黑夫，你可还记得胡杨亭长？当然记得。上个月他因与你的官司被罚为鬼星，这之后胡杨亭长一直便空缺了出来，县中并无合适官吏继任，当地也无人推责人选。这时候右卫立刻便想到了你，还将你擒贼败决、勋日演兵夺魁之事告知县令，县令让主吏院破格征召你，若能通过官吏考核，便可试任胡杨亭长。黑夫拜谢右卫，感谢右卫提拔。12月初1便是吏员考核，还有1个月时间，切记勿忘。黑夫当铭记在心，若真能当上亭长，黑夫定不敢忘记右卫大恩，当然也不会忘记陈百将的美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等黑夫回到教场屋舍时，天色已经近晚。昔日被更族们挤满后熙熙攘攘的教场也变得空荡寂静。远远望去，那一排茅屋黑灯瞎火，连灶都全熄灭了。本来说好要和季英他们一同上路的，不想我却被右卫喊去。这个时辰，他们恐怕都先行离开了吧？想到这，他不由得有些落寞。倒不是舍不得那临时的市长之位，而是可惜那些袍泽之意。这是他来到这个时代后，除了家人的温情外，第2次感到自己不是孤身一人。这间屋舍等到明天便会迎来新的一批更族，也许他们也会被命名为鬼石，但属于我的鬼石只有秦王政21年10月的这一支。黑夫，不要打了，是吾等啊！更族皆已散去，汝等怎么还在？还不是为了等你。朝伯和其他几人着急些回了，我想这怎么也要等黑夫回来，当面与你告辞。我与石长是同乡，故想同路而回。原来如此，黑夫心中恍然大悟，看来这3人是专程等着自己的，不免有些感动。如此一想，他心里却猛地产生了一个念头。此次告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聚。敢问汝等回家后，以后有何打算？还能作何营生？种地呗。我亦是种地。我虽然住在东门里，也有田地，但父亲醉酒而死时被官府收回了，只能每日去城西码头帮往来船只卸货，讨一口饭吃，养活家母和妻子。黑夫了解到3人皆是穷苦出身后，便将县上要征召他做胡杨亭的事说了出来。诸位，其实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们愿不愿意来到胡杨亭做亭主，以后跟着我慢慢发展？此话一出，众人先是一愣，随即便陷入了沉思。我愿一试，待我回去说服母亲和媳妇，便去官司一幕。我也是，虽然我季英没什么本事，但一个小亭主还是能当得的。若省长不嫌我无用，我也愿意一试。好，那就一言为定。我回去之后用心准备官吏考核，你们也自行应募，尽力而为。若是吾等注定还要共事，那就1个月后胡杨亭见。胡杨亭见。立下约定之后，众人便各自回家。黑夫也迫不及待回到了家中。在得到母亲已经病好了的消息后，他终于是松了口气。接下来的1个月内，他专心准备着即将到来的考核。凭借着前世背各种课文的经验，黑夫很轻松便以20问全答对的成绩通过。这就是
季英一边抱怨着，一边打开了他的背篓。这是大秦邮递员的标准装备，里面的信都写在木牍上。咦，我不是已经将3个文书都送到了吗？怎么还剩着1封？怕是你又给忘了吧？这个月里你已经弄错过2次了。绝没有，我今日的确是送完了。且慢，这信没有封缄，不是公文。不但没封缄，且上读连谁人所书，寄往何处，谁人收取也没有写，这一定是有人偷偷塞进来的吧？让我知道是谁干的，一定要好好教训他。季英气呼呼的就要将那信上的草绳撕了，打开看看到底是谁写的信。住手！这信拆不得。你知道秦朝邮递员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吗？这个邮人在送信的路上，突然被人偷偷塞了一样东西。回家后的他感到十分奇怪，因为这居然是一封信件，并且没有寄件人，没有收件人，什么信息都没有。那我还送个气得他当即就要将信件拆开看看，可这一举动却让一旁的黑夫吓得脸色大变。住手！这信拆不得。你难道忘记了匿名信一旦拆开，你将会面临巨额罚款吗？我还好没拆开，不然就惨了。匿名信之所以不能拆开，是因为匿名信极有可能是举报信。虽然秦朝鼓励百姓告奸，但同时也对告状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一旦所告内容不实或夸大，就要面临诬告反作。而写匿名信的人，即使夸大其词，也很难被抓到是谁写的。你知道这封信是谁给你的吗？我不知道具体是谁，但之前有个人鬼鬼祟祟跟在我后面，我没看清楚脸，却记得他的身材。根据秦律规定，抓到匿名信投送者，赏赐女奴2人。女奴？当然，2个女奴也不够我们几人瓜分。但我们可以选择将女奴换成赏钱，2个女奴相当于8600赏钱。8600赏钱是很大一笔数目，众人皆是十分心动，于是纷纷参与抓捕匿名投书者计划中。黑夫根据季英的描述，确定了投书者的大致位置以及身材，又因为秦朝识字的人不多，很快便确定了最终的目标。良人，怎么了？我乃胡杨亭亭长，你可是朝阳里的公事去疾？我就是去疾，不知亭长来找我有何事？你知道我为何而来吗？知道，是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亭长将我绑了吧？别紧张，如果你没有恶意诬告的话，也仅仅是交点罚金罢了。接下来，在征得去疾的同意后，黑夫才打开了信件，可仅仅只是扫了一眼，他的面色瞬间大变。去疾，你举报之事可是真的？字字属实，千真万确。黑夫万万没想到，这一封小小的匿名信居然牵扯出一起盗墓大案。前几日我去舅父家拜访回来时，突然天降大雨，我就到一间寺庙里避雨，结果没多久又来了一伙人，他们个个手中带着武器，我一害怕就躲了起来，可谁知他们居然商量着盗墓的事情。那座贵族坟墓我们已经挖了好几天了，要不是这天气不好，财宝马上就能掘出来了。等雨停之后，我壮着胆子跟着他们的行踪上了山，却发现他们果然在一处隐秘的山包下掘土，吓得我连滚带爬的逃了下来。回去之后，我始终良心不安，但又怕被盗墓贼人报复，于是就想到了写下匿名信。那还等什么？现在赶紧带我们去盗墓的地方，将贼人一举抓获。阿豹先别急，盗墓贼白天肯定不敢动手，这2日天气晴朗，雪也快化了，他们很有可能继续今晚动手。亭长的意思是，吾等要连夜去拿墓地附近缉拿盗墓贼。没错，时不我待。去疾虽然没有暴露，但今日吾等登门抓人，已经被周围很多人看见，想必那盗墓贼定会着急挖掘。若是他们胆小不挖了，那岂不是？但凡为贼者，基本都是胆大狂徒，吾等便去碰碰运气。东门豹、历险、小桃，汝等随我去亭中挑选兵器，立刻就过去守株待兔。吃也吃了，喝也喝了，接下来该干活了。一个人守在上边，其余的人和我下去开挖。今晚务必要挖进主墓。哈哈哈哈哈！发财了，总算没有白白辛苦那么多天。里面的人听着，我是胡杨亭长，我带着几10个手下已经将你们包围了，要么乖乖上来，要么我就把墓穴封死，让你们在里面陪着墓主人一辈子。还是黑夫指挥得当，让吾等突然袭击，这才得手如此容易。这么多好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话说在前头，赃物都是要上交官府的，别动什么歪心思。
次日一早，黑夫便急忙带着犯人来到安陆县狱院报案。当喜得知整个事情的经过后，无比重视，这算是他今年接到过的最大案子了。黑夫，你这次做得非常好，我当向县令为你报功，有此功勋，你这是任的庭长，很快就能转成真庭长了。在秦国，违例都有一个试用期，一般为1年，有优良表现则可以提前转正，转正后就可以在官职前面加一个真字了。简单夸了黑夫几句后，喜便开始马不停蹄地检查起赃物。赃物都在此处。禀上吏，一件不少，全在这里。昨日黑夫在擒获几名盗墓贼后，粗略向他们审问了一遍。他本来还好奇这年头就有古董交易了吗？可谁知盗墓贼们的回答却让黑夫大跌眼镜。原来这些人盗墓并不是为了挖古董，而是因为里面的漆器不易腐烂，随便处理一下就能当新的卖。青铜名器则能回炉融化，造出新的铜器来变卖。敢问御院，这些赃物当如何处理？我会将这些赃物送往江陵，由郡守将其回收利用。此言一出，黑夫顿时有些失望。看来在对盗墓赃物的处理上，秦国官府和盗墓贼的手段也没太大不同。毕竟古代可没有博物馆，这些器具个个做工精美，随便拿出一个放到后世，那都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这么融了，真是可惜呀。这起案件没什么争议，很快判罚变下来了。可结果却让黑夫啧啧称奇。主犯名为辛，曾犯下多起盗墓事件，数罪并罚下被判处车裂。其他人除了小男孩都被判处情为承担，也就是面上刺字，加入安陆县的工程作业大队，而且没有刑期，是永久性的。而那个少年由于没有年满17，属于是未成年，再加上出于被迫才参与盗墓，只被处罚轻度劳役到成年即可。没想到秦国就有未成年保护法了。而后投匿名信的公事去疾依法被判处罚款6甲。看着去疾谢恩后愁眉苦脸的模样，黑夫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去疾大概是这起案件里唯一的无辜者了，他出于良心不安，匿名报案，却落得这个下场。接下来就是奖赏时刻了。首先就是将表现优越的庭长黑夫的爵位从公事升为上造，捉拿贼人的赏金共45金，按功劳给几人分配，以及捕获投书者的赏赐，换成市场的钱共8600，同样是按功劳分配。最终的钱黑夫算下来，他一共得了15520两钱。嘿嘿，从此以后我也算是半个有钱人了。可得了钱的黑夫却没来得及兴奋，而是马上找到即将离开的去疾跟前。去疾，我知道你还不起这么多钱，现在就与我立契劝。这8000钱我借你。这个书生在一处寺庙避雨时，竟意外听到一起惊天盗墓计划。那座贵族坟墓，我们必须马上挖出来。明明第一时间就写信上报衙门，可当这群盗墓贼被抓获时，书生不仅没获得奖赏，反而还要面临朝廷的巨额罚款。公事去疾投递匿名信，依法判处罚款6甲。黑夫十分同情书生的遭遇，便打算借钱给他还清罚款。去疾，这8000钱我借你。去疾多谢庭长借钱，解我燃眉之急。庭长放心，我家虽然不富裕，但3-5年内攒够钱偿还，绝无问题。可就在二人签订好借据契券之后，黑夫竟然把属于他的契券塞给了书生。去疾，你目睹盗墓贼作案，却畏惧贼人报复，所以你才投了匿名信，这是无可奈何之举。我只是斗实力，人微言轻，改变不了狱院的判决，更改变不了律令条款，只能从改变自己做起。于是就自作主张，想出钱让你免灾。之所以当众声明这钱是借你的，也是为了避免麻烦。庭长之意我明白，但我也是有廉耻之人，犯法当资，天经地义，岂能让庭长拿着不到的赏钱替我抵罪？真是个倔脾气啊！店主人，借个火。黑夫庭长，你这是做什么？去疾，自此之后，你我两不相欠，告辞了。黑夫庭长大恩，去疾此生不忘。后生，方才到底出了什么事？好教众人知晓。就在方才，胡杨亭亭长黑夫，他做了一件义举。市井之中发生的事情总是传得飞快，不出数日，胡杨亭长黑夫的义举已经传遍了半个安陆县城。黑夫这个名在几个月前曾因力擒3贼，空手夺刃，在安陆县小有名声。现如今，正当县中百姓差不多快把那位勇士的事迹忘掉时，他却以新的身份、新的故事出现在大家面前。真是一位慷慨好义的好亭长啊！而备受关注的当事人黑夫却毫不在意，此刻已经返回老家去了，因为他还有一样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黑夫刚一进门，便看到大嫂在用木杵不停敲打石臼来冲谷子，这是秦朝平民获得粮食的途径。这年头的生产力实在是太落后了，尤其是冲米，简直是家庭妇女的苦行。母亲说她从10岁起冲了几十年，胳膊都要冲废了。如今她举不动，就轮到大嫂，再过10年，是不是就轮到我那侄女小月了？女子们的大好青春就是这样一点点被打磨粗糙的啊！黑夫心疼大嫂，便决定自己用现代学识做出一款能省力的工具来，而他心中已经有了大致的目标。姐夫，你是工匠级，能不能帮我做一个物件？我需要。此人是黑夫的姐夫元，他和黑夫的姐姐换住在西洋里，是个老实憨厚的匠人。转眼3日过后，元按照黑夫的要求，很快便做出了成品来。此物我称之为踏对，可以很大节省冲米的力气，以后冲米便不必再举木杵，只需脚踏就行。一个几岁大的孩童也能踩得动此物。此物制作虽然简单，但设计极为精妙，是一个好物事。纵兄，你让姐夫做的就是这么一个务实啊！我还以为是核心奇的东西，看上去平平无奇嘛。3弟经一脸不以为然，可黑夫却只是笑了笑。3弟，你不信的话，不如我们比一比，你用杵臼，我用踏对，看看相同时间内我们谁冲米冲得多。好，那我们就试一试。伴随着比赛的开始，两人皆是奋力开始冲米。没过多久，金的双手已经是越来越累，可黑夫却显得十分轻松，一只脚踩累了就换另一只。半个时辰已到，比赛结束，最终黑夫冲了6斗谷子，精冲了3斗谷子。嘿嘿，现在信了吧？还说此物无用吗？我服了，此物真是太有用了。这时候，母亲和大嫂也过来了，看着踏对啧啧称奇。若是早些年有这物事，老妇这双胳膊也不用落下毛病了。还是姐夫手艺了得，将我想要的东西原原本本的做出来了。哈哈哈哈，多谢夸奖。对了，如果将踏对上报朝廷，说是能让冲米事半功倍的器具，那该会得到怎样的奖赏啊？此想法一出，黑夫却没有急着高兴，因为秦朝只允许百姓做好本职工作，不能越权去立功，超越职权就该治罪。如果我贸然将此物献给朝廷，恐怕不仅没有奖赏，反而我这政治生涯也该走到头了。突然，黑夫将目光放到一旁正研究踏对的姐夫船身上。船是百工级身份，百工本来就是制造工具的，由他上报朝廷，肯定最合适不过了。说干就干，黑夫马上就将想法告诉了船，得到船的支持后，便让船将此物献到公师署去。云梦乡西洋里，上造黑夫匠人船，见过公师。那就有劳公师了。在等郡里的消息下来之前，黑夫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自从升了上造以后，官府发下来的耕地足足有几百亩地，全都是由大哥中1人来耕。他打算替大哥分担一下，然而大哥似乎没有感觉到劳累，反而将土地已经规划得明明白白。恢复这200亩地，我打算划出150亩种素禾稻，剩下的去种蔬豆。伯兄，我知道你种这些都是为了产出粮食，但你总得给我留出10亩地来，让我种自己想要的东西吧。黑夫一边说着，一边往田埂上一指，在那里放着一捆似竹非竹、根茎粗壮的植物。